佛家讲的神通不是你以为的超能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明确禁止弟子在公开场合表演神通的人，为什么他的经典里却花了大量篇幅讨论神通？这不矛盾吗？更离谱的是，佛陀列出了6种神通，其中5种他说外道也能练出来，只有1种是佛法独有的，而这唯一的1种恰恰是最不像超能力的那一个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个被误读了2500年的概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我们先把神通这2个字拆开来看。神在古汉语里不是神仙的意思，而是指不可思议的、超出常规认知的。通是通达，是贯穿。所以神通的字面意思是对某种常规认知之外的领域达到了通达。它的梵文原词翻译过来就是殊胜的知，超越常规的直接认知。注意这个词根是知，不是法术，不是魔法。从词源学上看，佛家讲的神通本质上是一种认知能力，不是超自然力量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我们理解整个佛学体系的底层框架。好，那佛陀到底讲了哪6种神通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个，天眼通，字面意思是超越肉眼的视觉能力。经典里说，修到天眼通的人可以看到远处的事物，看到众生轮回的去向。如果你把轮回的部分先放在一边，只看前半句，这不就是一种超越物理距离限制的信息获取能力吗？你觉得这很玄？我们今天的卫星遥感、红外成像、射电望远镜，哪一个不是天眼？人类花了2500年的时间，用技术手段部分实现了天眼通的功能。当然，这个类比只是帮助理解的桥梁，不是说技术等同于禅修成就。第二个，天耳通，能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声音。同样的道理，超声波探测器、无线电接收器、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，也就是 LEGO， 本质上都是某种形式的天耳通。第三个，他心通，知道别人在想什么。你先别急着说这是读心术。现代心理学里有一个很成熟的概念叫心智理论，就是人类天生具有的推断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。高级的共情能力、微表情识别，某种意义上就是低配版的他心通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现代神经科学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，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大脑活动模式中解码出一个人正在想什么。你看，这不就是用硅基技术部分实现了他心通吗？第四个，宿命通，知道自己和他人过去世的经历。这个在现代科学框架下最难对应。但如果你用信息论的视角来看，我们的基因携带着几十亿年的进化信息，我们的文化携带着几千年的集体记忆。荣格讲的集体潜意识，某种意义上不就是一种宿命通吗？当然，这个类比比较勉强，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考角度，不是说二者等同。第五个，神足通，也叫如意通，说的是身体可以自由变化，瞬间移动。在所有6种神通里，这个听起来最像超级英雄。但请注意，佛陀自己从来没有用这种能力逃避过任何困境。他在菩提树下被摩罗攻击的时候没用，他被提婆达多追杀的时候没用，他临终身患重病的时候也没用。如果你有超能力却从不使用，那这个超能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回来回答。第6个，漏尽通。注意，前面5个都带着一个通字，这第6个也带着，但它的内涵完全不同。漏在佛学里是烦恼的代名词，是贪嗔痴慢疑这些心理杂质，尽是彻底消除。所以漏尽通的意思是彻底消除了所有心理烦恼的通达状态。你发现了吗？前5种神通描述的都是某种超常的感知能力或身体能力，唯独第6种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。前5种是向外的，第6种是向内的。前5种是能力的扩张，第6种是烦恼的消除。而佛陀说只有第6种是佛法独有的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前5种神通你不学佛也有可能练出来。印度教的苦行者可以，瑜伽士可以，甚至外道仙人也可以。但漏尽通只有通过佛法的核心修行，
也就是对无常、无我、缘起的深刻洞察才能达到。换句话说，在佛陀的认知框架里，能看到1000公里外的东西不算什么，能听到超声波不算什么，能读心也不算什么。唯一真正值得追求的超能力，是你能彻底摆脱贪嗔痴对你内心的控制。这个排序本身就很反直觉。我们普通人做梦都想要前5种，佛陀说不好意思，那5个是副产品，第6个才是正品。我给你讲一个经典里非常有名的故事。在长阿含经的坚固经里面，有一个居士叫坚固，他请求佛陀让弟子们在公众面前展示神通，这样更多人就会信佛了。佛陀直接拒绝了，他说我教弟子们的方法不是这种。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如果一个比丘在众人面前飞到天上，钻入地下，穿墙而过，那些不信的人会说什么？他们会说，哦，这不过就是某种咒术罢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品一品佛陀的洞察力。2500年前他就看穿了一个人性的本质，人不会因为看到奇迹就改变信念，人只会用自己既有的认知框架去解释奇迹，然后继续维持原来的信念。这个洞察和现代认知科学的预测编码理论有着惊人的呼应。大脑不是一台被动接收信息的机器，大脑是一台预测机器，它会优先用既有模型来解释新信息，而不是让新信息推翻既有模型。佛陀在2500年前用一个简单的日常场景就捕捉到了这个人类认知的深层规律。那佛陀推荐什么呢？在同一部经里，他说有3种示导。第一种叫神变示导，就是表演神通。第2种叫记心示导，就是读别人的心。第3种叫教戒示导，就是教导。佛陀明确说他只赞许第3种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教导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认知结构，神通只能让人震惊，教导才能让人觉醒。震惊是暂时的情绪波动，觉醒是永久的范式转换。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。佛陀的弟子目犍连号称神通第一，是所有弟子里神通最厉害的，但他最后是怎么死的？被裸行外道在山上推下乱石，活活砸死的。以他的神通，他完全可以躲开。事实上，他之前确实躲过2次，但最后一次他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这是过去业力的果报，他选择坦然接受。这个故事极其深刻，他告诉你一个核心信息，在佛陀的体系里，神通不能改变因果法则，神通不能让你逃避生命的基本规律。如果最强的神通也挡不住一块石头，那神通到底有什么用？答案是前5种神通确实没什么大用，至少在佛陀看来，他们不是修行的目标，充其量是修行过程中的副作用。就像你跑马拉松的时候，腿部肌肉变粗了，肌肉变粗不是你跑马拉松的目的，它只是一个附带效果。真正有用的是第6种漏尽通。现在我想从现代科学的视角帮你理解路径通到底在说什么。如果你看过我之前讲预测编码那期，你会记得大脑的核心运作方式是不断生成预测，然后用感官输入来修正预测。而我们的情绪反应本质上是预测误差的信号。当现实偏离预期，大脑就产生负面情绪，这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。贪是什么？是大脑预测某样东西能给你带来快乐，然后驱动你去追求。嗔是什么？是大脑预测某样东西会威胁你，然后驱动你去对抗或逃避。痴是什么？是大脑的预测模型本身出了问题，你对现实有根本性的误判，却浑然不觉。漏尽通说的就是你把这些自动化的预测误差反应模式全部看清楚了，看穿了，然后不再被他们绑架了。你还是会有情绪升起，但你不再被情绪驱使。就像我们讲过的清明梦那个类比，梦里被老虎追，你害怕，你拼命跑，但突然你意识到这是一个梦，你还在梦里，老虎还在，但恐惧消散了，你获得了对整个梦境的原认知。路径通就是对人生这场大梦的终极原认知。当然必须说清楚一点，
佛家讲的路径通是彻底的、不可逆的解脱，而现代心理学讲的原认知是程度上的改善，是可以退步的。二者的深度不可同日而语，但它们指向的方向是一致的。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路径通的描述和几个前沿领域高度吻合。第一，正念减压创始人卡巴金所推广的正念冥想，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对内在体验的不反应性觉察。你观察情绪的升起和消散，但不跟随它。第二，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原理就是让你看到自动化思维模式，然后从中解绑。第三，接受与承诺疗法里讲的认知解离，就是你和你的想法之间拉开一个距离。这些现代疗法各自发展了几十年，摸索出来的核心操作和2500年前佛陀描述的漏尽通指向同一个方向，就是在你和你的心理反应之间建立一个观察的空间。有了这个空间，你就不再是反应的奴隶，而是反应的见证者。你可能会问，那前5种神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的回答是，在佛陀自己的体系里，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。他亲口说过，展示神通没有意义，追求神通是歧途。他反复强调的是漏尽通，是对苦的解脱。但如果你非要用现代框架来理解前5种神通，我给你一个思考角度。深度禅定状态下，人的感知能力确实会发生变化，这在现代冥想研究中已经有了不少数据支持。科学家对长期冥想者做了大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，发现资深冥想者的大脑在伽马波的同步性、注意力的精确度、情绪调节能力上都显著超出常人。但这些研究结果离经典描述的天眼通、天耳通还差得很远。科学的态度是，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。我们可以说，长期冥想确实能改变大脑功能，拓展感知边界，但不能说它已经证明了经典描述的那些超常现象。这一点必须讲清楚。最后，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。一个禁止弟子表演神通的人，为什么还要在经典里讨论神通？我的理解是，佛陀讨论神通的真正目的，不是告诉你这些能力有多厉害，而是告诉你这些能力有多不重要。他把所有人最向往的超能力摆在桌面上，然后指着那个最不起眼的说，这个才是你要找的。这就像一个投资大师把所有热门赛道摆在你面前，加密货币、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、生物科技，然后指着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说，真正的阿尔法在这里。人性总是被最闪亮的东西吸引，而真正的宝藏往往藏在最被忽视的地方。佛陀花了大量篇幅讲神通，本质上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教学策略。他先满足你的好奇心，让你看到这些超能力的全景图，然后在你最兴奋的时候告诉你，这些都是副产品。真正改变你生命质量的，是看清自己内心的运作机制，是从自动化的情绪反应中获得自由。这不就是我们这个频道一直在说的吗？觉醒的方向向内，不向外。你看，2500年前的智慧和现代认知科学殊途同归。预测编码告诉我们大脑是一台预测机器，佛陀告诉我们漏尽通就是看穿这台机器的运作模式。自由能原理告诉我们生物体持续最小化预测误差，佛陀告诉我们执着于最小化不确定性本身就是苦的根源。原认知研究告诉我们反思自己的思维过程能提升心理韧性，佛陀告诉我们这就是走向解脱的路径。所以佛家讲的神通究竟是什么？不是飞天遁地，不是隔空取物。真正的神通是你在情绪风暴中还能保持清醒的那个能力，是你在欲望驱使下还能看见欲望本身的那个能力，是你在恐惧来袭时还能观察恐惧而不被恐惧吞噬的那个能力。这是你不需要任何超自然力量就能修炼的能力，也是所有能力中唯一能从根本上改变你生命质量的能力。这期就到这里，你对佛家的神通有什么新的看法？你觉得现代科学和古代智慧之间的这种呼应是巧合还是必然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